你觉得什么是朋友？2000多年前，庄子讲过一个故事。听完之后，你可能会重新想想朋友这2个字的意思。我来讲给你听。故事发生在楚国的都城郢都。咱们的主人公是一名泥瓦匠，他就住在郢都，我们就叫他郢人。有一天呐，这个郢人正在刷墙，刷着刷着，一滴极小的白灰泥溅到了他的鼻子上。这滴白灰泥有多小呢？庄子用了一个比喻，叫若蝇翼，就像一只苍蝇的翅膀那么薄，那么小。如果是我，随便用手一抹就行了。可是这个郢人没有，他干了一件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事。他放下手里的活，去找自己的好朋友。这个朋友是当时全国最顶尖的木匠，名字叫石，我们就叫他木匠石。木匠石拿着他的斧头来到郢人面前，郢人指了指自己鼻子上的那一点白灰泥，说：老兄，帮个忙，把它弄掉。木匠石轻轻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他握紧斧柄，双脚微微分开，站稳了身子。接下来的一幕，如果你在现场，绝对吓得不敢看。发生了啥事儿呢？木匠石突然抡起了那把沉重的斧头，斧头带着猛烈的风声，像闪电一样朝着郢人的脸挥了过去。那可是劈柴砍树用的斧头啊，哪怕偏1毫米，郢人的鼻子甚至整个脑袋会瞬间搬家。一阵强风刮过，吹动了郢人的头发。路边的行人看到这一幕，腿都吓软了。你猜怎么着？郢人鼻子上那一点白灰泥被削得干干净净，鼻子呢，毫发无伤。木匠石的手艺可真是出神入化。哎，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以为这是一个夸赞木匠技术高超的故事？你猜对了一半。技术是真的高超，但庄子真正想让我们看的不是那把斧头，而是那个站在那里的人，郢人。从头到尾，当那把锋利的斧头向他迎面挥来的时候，郢人连动都没有动一下。庄子用4个字来形容他，叫力不失容。意思是他的脸色没有变白，他的身体没有颤抖，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这才是这个故事里最让人震撼的地方。郢人为什么能做到一动不动呢？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他绝不会失手，他绝不会伤我。
而木匠石心里也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他绝不会躲闪，他绝对相信我。这两个人之间不需要任何语言，这种信任已经超越了语言。后来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很多年以后，宋国的国君听说了这个故事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他马上派人把年迈的木匠石请到了宫里。国君说：“石，我听说你的手艺出神入化，能消掉鼻子上的白灰泥。来，给我表演一个。”木匠石拿着他那把老旧的斧头，站在宫殿中央。他看着满脸期待的国君，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叹了一口气，他说：“唉，国君啊，我以前确实有这样的手艺，但是那个能站在我对面的人已经去世很久了。”庄子的原文是这样写的：“臣则常能斫之，虽然，臣之志死久矣。”木匠石明白，国君要看的是一场表演，是一场技术，但他知道，那从来都不是技术，那是两个生命之间的东西。当影人死了，那把斧头就只是一把普通的斧头了。庄子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？其实，这是庄子路过一片墓地的时候，讲给弟子们听的。那片墓地里埋着他一生的挚友惠子。很多人知道庄子，但可能不熟悉惠子这个人。在当时，他也是顶尖思想家。他们两个人吵了一辈子，辩论了一辈子，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死对头。其实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，他们彼此是真正的朋友。当惠子死后，庄子站在墓碑前，忽然感到这天地之间再也没有人能接住他的话了。他就像那个失去了影人的木匠石。中文里有一个词叫知音，意思是听懂你声音的人，是那个不需要你解释的人，是那个你可以完全放心、完全不设防的人。咱们今天或许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几百几千个联系人，可是在你的生命中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是你可以完全信任的？如果有，请好好珍惜；如果没有，也不要难过。保持你内心的柔软和真诚，因为只有当你自己准备好成为一个影人的时候，那个匠人石才会真正出现。你说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想法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